湾跟中国大陆到底是什么关系？就争中国代表权，就这么简单的问题而已。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个问题没办法好好讨论？因为台湾的教育把台湾的历史空洞化，我们有没有机会重新代表中国很困难。第二个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独立于中国，然后成为世界接受的国家？在2007年的时候，当时的总统就干过这样的事，绝大多数国家在联合国大会表示支持一个中国原则，这代表台湾不可能台独，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有理有据的讨论，是因为在讨论历史的时候，碎片化历史、同心圆历史、去中华化嘛，然后 ROC 空抗，他把这样的逻辑破坏掉了以后，结果就是我们在讨论任何议题，只要对方打上一个中共同路人，就没办法再谈这个议题，会变成你就是为了要打压台湾，他们会形成一个所谓的同温层，而这个同温层他就会不断去抓那个中间对于国族认同不够清楚的人，他们就会被抓过去，然后慢慢稀释，导致台湾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强而有力的反对力量。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你们刚刚在讲赖品妤的状况，我个人比较习惯的是只谈当事人个人。我去查了一下他历届通过的法案，因为他是立法委员，其中有一条法案我觉得特别危险，可是很多人没有察觉到，叫《公务人员选举罢免法案部分修正草案条例》。他参与了一个条案的改变，他增加了一个文跟选罢法有关的，他们增加了一条，很可怕。他写第4条，选举人跟选举候选人的年纪及居住期间之计算，以前是这样写的，均以计算投票日以前为标准，并以户籍登记资料为依据。他们后来加了一句话，除另有规定外，你懂了吧？赖品妤通过这个法律，一个自称选举要公正的那些人，然后通过了这个法律，增加了一个模糊地带，他们想干什么？他几年通过的？去年有这个全文吗？我看一下给大家看。他后面还有很多就是其他修正的地方，这里我就不一一弄了。然后他是哪一年？110年通过的，就是前阵那段时间大家在吵那个选罢法，所有人都在吵，但是这个最重要的没有人在。然后赖品妤通过，我只是看到以后，就是懂一点法的人应该知道，法律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解释权上会有争议。那你现在把法律的模糊地带扩大，你们想干嘛？这个东西值得去思考看看。不止这个法律是他通过的，他还通过了很多法，其中有一条叫做《中华民国刑法》第153条，他废掉这个法是以文字、图像、演说或他法公然下列唯一者，处以有期徒刑，然后并罚金。他当初要废掉这个法的目的就是言论自由。那时候他废掉那个法，他是什么政党？他是时代力量。那个时候还没有进民进党，那个时候他们就废了。你可以看到他们等到全面执政的结果，就是有很多法律他会偷偷的通过，而偷偷的通过的过程当中，人民的权利他会不断在丧失。那你在野党，你应该要把这件事情跟所有人讲，但是没有人讲。你可以看到，我们先撇开他家庭的部分你支持赖品妤的人，你是不是应该要好好去检视一下他通过的每个法律是不是有在选及我们人民的权利？如果有些人要说你攻击赖品妤就是有目的的，那没关系，我们就事论事，一条一条法看他是怎么修正的，我们去看看他的质询是怎么质询的嘛。如果你每个东西都检视完毕以后，绿那边的到最后一定会说那是他爸，跟他无关他这个人就很优秀如何，你看他就是问政也很优秀，你看100%，你看那个什么公民什么挖沟监督联盟嘛，就写说他100%，全部都100%，这个100%也是蛮有意思的啦。那个会院出席记录，出席15次，实际出席15次，100%。来，委员出席14次，实际出席14次，100%。质询21次，一样21次，100%。法律还有审查8次，然后8次100%。哇，真的是100%。你懂我意思吧？就是有很多东西你真的去检视他的一些作为，我就不讲什么了，这个每个人可以自行去判断。就赖品妤这一块，我对于他的看法以及他的说法，我只能说我的 part 就到这边。你知道为什么媒体这些东西都不会报？原因很简单嘛，就他们是有利益关系的，而这些利益关系的架构是很难被打破的。对，一旦很难被打破，就会变成说，对，就是他们变免疫了。我就光随便举一些案例好了。6年前有个姓叶的创始人，现在有事吗？也没事啊。他只关了将近3年就出来那他爸是谁？他爸一查就知道，又是某个地方的地主。更不用说5年前一个保全被人家打死，到现在那个家属都还没有跟人家家长道歉。然后他儿子打死人的那个家伙现在怎么样？也很爽啊！你看保外监多爽，就去那边种花、养鸟，你看多开心。这些都代表什么？就是台湾这个问题已经行之有年了，而且更麻烦的地方，它已经变成是一个庞大的团体。这个庞大的团体变成是你没有办法透过1-2个人去揭露它，去瓦解这个团体，甚至于它可能已经渗透到不同领域当中的高端行业，这是一个很无力的状况。这个东西牵扯到台湾为什么没有办法有效进行改革的问题。很简单嘛，我们的国族认同问题，民众因为国族认同的关系被撕裂，就是台湾到底是什么定位的？像第一张，我为什么会贴这几张图，就是当时候的民进党是怎么样在模糊台湾人对于中华民国以及台湾定位的那个关系，他透过这种模糊的方式去制造对立。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那时候他们的口号嘛，叫今日台湾，明日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或今日新疆，明日台湾。那时候我这张图是那时候为了要打那个议题而做，可是其实你去看现在他们是不是还是这样？台湾跟中国大陆到底是什么关系？就争中国代表权，就这么简单的问题而已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个问题没办法好好讨论？很简单因为台湾的教育把台湾的历史
空洞化。你说我们有没有机会重新代表中国？很困难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独立于中国，然后成为世界接受的国家？那也很难啊。为什么？因为在2007年的时候，当时的总统就干过这样的事啊。绝大多数国家在联合国大会表示支持一个中国原则，这代表什么意思？台湾不可能台独的啊，不管你是和平台独还是武力台独都一样啊，因为绝大多数国家不会认同嘛。问题出在这边，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有理有据的讨论，是因为我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碎片化历史、同心圆历史、去中华化嘛，然后 ROC 空靠嘛，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华民国台独化，它就变合理了。我们现在打的很多议题很难，是因为这样的思考方式已经有快将近10年到20年了。他把这样的逻辑破坏掉了以后，结果就是我们在讨论任何议题，只要对方打上一个中共同路人，就没办法再谈，然后你就会变成说，你在谈这个议题会变成是说啊，你就是为了要跟中共绑紧啊，打压台湾内部的政治人物，他们会形成一个所谓的同温层，而这个同温层，他就会不断去抓那个中间摇摆不定的人，就是你对于国族认同不够清楚的人，他们就会被抓过去，然后慢慢稀释，导致台湾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强而有力的反对力量。你会看到原本我们的优势，如今渐渐在减少。2019年我们那时候贴一中原则、92共识，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在讨论的，有哪些优势啊？那些你看，自由还有吗？民主还有吗？法治还有吗？2019年我们那时候还敢这样说，现在嘞，我现在还敢讲这种话吗？我真的不敢嘞。我说实在话，为什么现在历史哥还有很多人，就是为什么要很强烈的在讨论两岸问题，以及为什么一定要监督政府？因为战争不远啊，战争真的不远了。就是为什么会这样说？你去看，我最后有贴一个，就是2012年，当时候胡锦涛他在那个新年谈话上说的，习近平谈了一个告台湾同胞书，对，然后民进党就狂打这点说，你看92共识就是一国两制，对不对？他们就当时就狂打这一块。然后我们为了要反驳说92共识不等于一国两制，特别去找了一大堆历史资料，甚至于连他的原文都能拿出来打。那我为什么现在会拿这个东西？不是为了要证明92共识不等于一国两制，因为本来两个就不是。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后面那句话，你看，新的一年我们要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我们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案，在92共识的基础上继续推动两岸和平发展。两岸要和平，只有一个方式叫92共识，这是中国大陆官方宣传，不管是在哪一个时候都在宣传的概念。到现在为止，你去看大陆，不管是国务院或者是国台办，他们基本上全部的基调都是你要先承认92共识。赖清德会接受吗？民进党现在的这些主政的掌权者，他们会接受吗？不会啊，他们接受了怎么继续执政？怎么继续执政？他云道光电怎么大发？这是一个对他们来讲是利益闭环链，不单纯只是逻辑的问题。为什么台湾可以科一个东西叫碳税？碳税其实我们是不能够科的。如果按照联合国的概念来说的话，我们是不能够科这个税的。这个税应该是由主权代表的政府去科的。碳税这个东西在台湾科起来是很难有法源依据的。但是为什么民进党政府敢科？因为他认为台湾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理解我的意思吧？所以在他科碳税的这个时候开始，他其实就已经在做一件事情了。他已经在法理上不断在挑战两岸之间的模糊地带。这就是战争会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不要去小看说这只是增加税率啊那些，这个背后其实都牵扯到两岸关系。为什么民进党现在这些人一直硬要把两岸之间割裂开来？因为他要透过这个方式捞更多的钱。你说他真的是为了独立吗？如果他真的是为了独立，有很多事情要做。光是讲个好了，核四他就不该废，军备他就该更新，原子弹他就该研发。他不是说今天拍了一个，你知道民视还在拍那个频道的东西，就说啊，你看那个当初叛逃的那个先生多厉害，你看这样导致台湾没有研发原子弹。我第一次看到民视播这个，我就觉得我快笑掉大牙。为反对而反对，有太多东西就会变成说，我们今天在讨论民进党他是否要真的要搞独立这件事情，就知道他基本上很多都是嘴巴上说，他实际上根本不会去做。历史哥还记得的话，我那时候我们不是有弄那个韩国瑜的论文，因为那时候我们在打韩国瑜的论文案，然后我们还特别去国家图书馆去列印韩国瑜的论文。那个时候我们还特别去找韩国瑜的那些文章。那为什么要去找他文章？因为有人在讲说韩国瑜他在写假论文，但一查完以后才知道他根本没有。更可怕的是他写的东西很多现在都一一应验。我不谈统战那些，因为他那时候在讨论统战，他提到了1949年以后中共对台的战略策略，他非常的详细把那个东西提出来。最后有讲到就是目前大陆对于台湾的策略是怎么样，还有他的预测。那他有一句话，当时候到现在，他们其实大陆的目标还是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可是前阵子国台办、国务院他们的主调从只谈联合不讲斗争开始在转变成重视斗争也讲联合，是和平解放台湾的时候。和平解放是什么意思？解放是有武力，和平在前面，所以他已经开始从原本的是和平统一变成和平解放。大陆在改变他对台湾的方式。那台湾呢？更可笑的是什么东西？我们那时候做的这个 PPT 很好笑，就以前的民进党在狂打现在的赖清德啦。
这是什么？有没有看到最后面那个写的国安安全会议报告？当前两岸局势对国家安全之挑战之整体因应作为，那是那时候的政府写的。2019年3月11号，中国推动一国两制进程的策略相关。第一个，加速统一的进程。好，然后接着，中国加速统一的策略核心，来以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为终极目标，是为消灭中华民国主权，让台湾被中国统治。然后推动步骤是假和平名义，以武力为实，逼迫台湾和中国进行行政政治协商，进一步向被统一的过渡性政治安排。那时候的政府自己都讲说，中共会用武力的方式被迫台湾了。那为什么现在不会？你不觉得很吊诡吗？你那时候这样说，现在呢？他们讲的很对啊，跟我们现在在分析的一样啊。统一台湾的策略，合统与武统并进，并强调强硬反独的统一台湾策略。当时候的政府就已经提出这些东西了。对，那你说你赖清德起来不会加速这样的事情吗？后面的我就不谈了，就是他们有一些解决的方式，我觉得没有意义，因为他们也没解决掉。2023年是不是前些阵子又一大堆共谍案呢？对，你的侦防工作做得真好过了4年了，一大堆共谍蹦出来，哇，太厉害了！那赖品妤要不要质询这件事情呢？为什么你都不质询这些事情？不是最担心？这是什么？这是2019年民进党的这个提出来的国安报告，国家安全会议报告啊。2019年3月11号，当前两岸形势国家安全之挑战及因应整体作为。这是4年前的时候，我跟陈老师，我们那时候在做直播的时候，我们都会做一些讨论跟功课的底稿啦。给大家分享一下。2019年到现在，完善国安制度，健全两岸的交流秩序。那我们现在有没有交流秩序啊？好像是没有交流吧？就没有啊。最后壮大台湾经济，巩固主权，就是主体性啊，太棒了！我们要壮大台湾经济，我们的经济是越来越好嘞，还是？而且我们2021年创下史上最高对岸依赖度，你就知道了嘛。主体性是越来越高还是越来越低？然后说要推动加入 CPTPP， 然后结果呢？争取国际的各方支持啊，我们争取到最后，我们的邦交国2019年那时候还有12个，现在只剩10个，太厉害了。我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那时候就在打民进党的很多东西。他从2016年提出来的政策白皮书到现在有多少是没有执行成功的？然后他说这个都是中共害的，中共害我们没办法执行成功，变成说中共害我们没办法执行成功。对，我其实现在看到这篇这个，我觉得很感慨。后面我们是不是又拿那个韩国瑜的两岸政策白皮书看看，那个时候如果是韩国瑜当选会有什么不同？他的政策白皮书，他的一句话嘛，第一个嘛，他要解决断交的问题；第二个，现状不保，和平稳定备受威胁。他在讲的就是当时候的那个蔡政府的问题，所以他提出了很多解决方案。他说的立场，第一个，捍卫中华民国，保卫台湾安全嘛。大陆当局依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与制度，那马英九是不是实践了？第二个，坚守中华民国宪法，台湾优先，坚持自由民主，发扬中华文化。然后中华民国的主权以一中各表的9·2共识开创两岸和平稳定的发展，强化国防，消除亡国感而回归安全。然后这是他提的，广结善缘，亲美友陆什么的。那更重要是两岸双赢，人民有钱，台湾繁荣。没有和平不会有钱的。企业家为什么要出台湾？前阵子的经济学人会说台湾是危险的地方，很简单嘛，战争，知道战争快逼近了，结果他们还在捞钱，绿电还在那边捞钱。就是战争快逼近才要捞钱，对不对？就快死了，当然要捞个够啊，捞好捞满啊，就是捞啊。所以就是亡国前兆嘛，明末也是如此啊。那些东林党人到最后都在干嘛？捞钱，阉官也在捞钱。宋朝也是一样。清末最大的王爷叫什么名字？叫庆亲王奕匡啊。奕匡的最有钱的。奕匡的本职工作是什么？A. 这个内阁总理大臣 ，B. 皇族内阁领班 ，C. 捞钱。他是捞钱啊，捞钱是唯一，其他是兼职。所以奕匡不在乎民，他不在乎清朝什么时候灭亡，他只在乎他可以捞多少钱。